年轻，吓一跳，对不对哈？不要吓一跳，这个是我特别挑选的。各位菩萨大家晚安哈。那个师父啊，他交代华骨山呢，在好几年前他就有交代，未来的方向要朝3个领域去发展。第一个就是国际化，要朝国际化；第二个就是要年轻化；第3个要普及化。这是普及所有的众生，要国际性的发展，而且呢要年轻化，才能够往下扎根。那师父是希望我们菩萨像我这个年龄的来，他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也可以来接触佛法。把我们的接触到佛法的好处，可以一代一代的弘扬下去，这样子佛教未来才是有希望。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个卢菩萨，是我们这个系列讲座来最年轻的一位菩萨。他也是师父非常重视的一位菩萨，就是在年轻化这一块尤其师父他到联合国参加这个世界青年领袖高峰会议的时候，就是带着何菩萨一起去参加。所以何菩萨可以讲是华骨山年轻一代的楷模，年轻一代的楷模。那个何菩萨他本身也是非常的兴趣多样，你看到他的简历还没打出来。他本身现在是那个国华高尔夫球场的副董事长，那他们家父子华骨山不遗余力你们如果到了华骨山上，有一幅师父的墨宝油画，你们看到吗？华骨礼赞图，华骨礼赞图你们看过吗？就是由他们家请到大陆很有名的这个油画家过来帮师父为华骨山绘画的。那还有本身他们也请了，你们上一次有看到那个感恩会议吗？就是我们在国家会议中心国父纪念馆办了一场音乐会，有没有？其中有位牛，你们知道吗？那个音乐家钢琴家，那就是由他跟他妈妈邀请过来，从大陆在很久了，我想记得7、8年前的时候，华骨山开山的时候，就邀请他过来。所以他本身也非常特殊你不要看他这样瘦瘦的，他高尔夫球应该打得很好而且还会武功，我告诉你，他自己也会武功我想秘密就透露到这个地方那接下来我想请卢菩萨跟我们分享一下师父如何教导我们年轻的这一代，对年轻的这一代寄予怎样子的希望，还有怎样子的一个使命。我们鼓掌欢迎何菩萨。谢谢建堂师兄的介绍，把我讲得很紧张。其实呢，我跟师父的结缘呢，可以说比较密切，因为我哥哥应该是第一个接触华骨山的精英禅三，那是他，因为他是第8届，那他没大我多，他大我2岁而已。但是他可能是唯一一个精英禅三去过2次的，因为师父今年说，可能他第1次去的时候太年轻了，学不到什么东西，或者说比较没有办法体会，所以在后来20几届的时候，又要求我哥哥再去1次。然后这个是我记得，就是从他第8届开始，我们家的人呢，因为刚刚那个建堂师兄在问我说，认识师父多久？第1次见师父，那我想一想，那个时候应该是在国外念书，然后就是回来的时候去跟师父拜年的时候会见到师父，因为那个时候在北投嘛，北投有个办事处，还有龙潭寺自己有个办事处，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开始会见到师父，但是接触不多，可能每年就是拜年或者过年过节去看看师父这样子而已。那后来真的密切了以后，就是建堂那个师兄在讲的是，因为有一个国际的青年领袖高峰会，然后我
跟着师父，我自己是21届的精英禅三，然后就跟着师父去高峰会。我记得第一次真的密集是我刚好站在球场上面要开球。要打球之前，就大家这边暖身要打球，结果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来电居然是师父，我真的站得直直的在开球台上，我说你们都安静不要讲话，然后我就说是师父，一边讲一边，就那个时候因为那个国际宗教领袖高峰会的国际宗教领袖这个组织，大概有10几个不同的宗教的组织。那其中当然师父是其中的一份子，就是宗教领袖。那宗教领袖至于师父还是那个宗教领袖里面的会长兼主席。后来就是我们去之前，那当然非常的德高望重。那因为这个宗教组织在那个时候，我记得它的由来是因为战争，就是开始有战争，然后大家觉得说这些宗教团体觉得应该要站出来做一点事情，然后对象呢就是年轻人，因为觉得下一代的这种教育非常重要。那有很多不希望是因为宗教而产生有一些战争啊，因为误解宗教所以产生的战争什么，所以大家就想说要去做一个这样子宗教领袖发起的一个青年领袖青年和平，它叫青年和平高峰会，这样要全世界这样子要请50几个国家有2、3万个青年人要去一起在某个地方开会，然后看某一个那个地方就还在开会，就是讨论说要去哪里开会。那我希望跟大家从那个时候开始去分享，因为我觉得与其说演讲，我都是你们的晚辈，没有什么可以演讲，但是确实是有一些跟师父接触的经历可以跟大家分享。那从第一次去日本呢，其实它不是领袖高峰会，它是这个领袖高峰会的会前会。那我相信说师父在那个精英禅三里面一定说，那有这个机会要有这个青年，但是在师父的弟子里面，可能年轻人也不多，就是说可能有法亲，有一些是跟着爸爸妈妈一起来法鼓山，然后一起来听师父的开示什么，但是直接的弟子就是可能也不多。精英禅三的那个 list 打开了一看，或许大部分都是企业里面的总经理以上的人，也应该不会有32岁、35岁以下的年轻人。结果放眼一看，应该我是其中一个，可能是几个里面的其中一个。那被师父钦点到了以后，师父说：“你可以跟我一起到日本开会吗？”当然可以，有这种荣幸，立刻90度鞠躬。师父没有看到的，那什么90度鞠躬，是师父什么时候去？我一定到。那有这个机会，有这个机缘，自己觉得很有福报，可以跟着师父一起去出国，不管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这是最直接、最贴身的身教，我自己都觉得很有福报、很感动，然后就跟着师父出国。但是在那个之前，大家不要误会说师父叫我做这些事，因为他知道我从小什么吃斋念佛都没有，什么都没有，那所以而且什么都不懂。我也从来没有说做什么就妈妈也不是那个每天做早课或者吃斋念佛的人，那只不过说师父可能觉得说不是，可能觉得就抽签抽到何丽纯吧，就让我去了。那我跟着师父一起出国的时候，确实是有很多很难忘的经验。从下飞机开始呢，就非常难忘经验。从下飞机就到机场，然后机场到我们要去开会的地方呢，大概应该还有1个多小时的车程。那大家都肚子饿的，但是跟着师父就算肚子饿，师父没说要吃，我们谁敢说吃饭啊？就大家就跟着师父看师父什么行程，我就什么行程，我只能这样去。结果师父就说，时间差不多了，大概应该也饿了，我们要去还有1个多小时，那我们先吃点东西再去吧。随团当然有一些其他的法师啊什么就跟着都好，师父说什么都好啊，就走。那吃什么呢？走就看到了一家很小的面店，就是卖乌龙面，卖什么麦荞面啊那些那个日本的小面，就在机场里面。然后师父就停下来，因为在那个卖面的地方不是都有橱窗，然后都有那个假的 sample 放在那边。然后师父就开始教啦，就说那个法师们就说，这个